Hello 大家，没想到上一期设计视频难得效果还不错，那我今天就想再来改造一个原本就做得还不错的问题不是那么明显的 APP， 升级一下难度。想知道我是怎么把这个 APP 从这样变成这样的，就接着看下去吧。那这次的主角呢，是我在之前视频就有提到过的，我自己也用了快3年的产品。它是一个吉他乐谱软件，可以在上面找到市面上大部分歌曲的吉他谱，并且可以随着屏幕滚动弹奏，还可以对谱子进行转调啊、简化和弦等各种调整。虽然它被我选为改造对象，但是这个软件从功能到界面上其实已经有领先同行竞品一大截了，因此这个视频内容不会像上一期这样会有非常强烈的前后差距对比，希望大家不要因此失去兴趣。那在开始之前还想要再声明一下，我做这类改造视频的重点呢是分享我自己的方法还有思路，练习一下设计能力，这些全部都是我自己的个人练习来的，不是教程哦。10分钟的视频呢不可能面面俱到，每个功能都做完，页面细节也都做得很完整。好不好看是非常主观的事情，好不好用你光看视频可能也体验不出来。我呢也不在这个公司工作，我没有用户数据，也没有时间去专门做市场调研，所以大家看得开心就好。由于我本人已经用这个 APP 很久了，经历了好几次他们的版本修改，在开始之前就大概知道有哪些功能是可以优化的，但为了避免又有人说我在凭自己的喜好改，所以查漏补缺的流程还是要走起来。首先呢，我还是对整个 APP 网页端和小程序端的每个功能都进行了梳理和对比，过程中记录下我发现的一些可以优化的地方。紧接着我列出用户目标、用户需求和商业需求，吉他谱应该算是比较小众的领域吧，虽然我自己就是一个目标用户，为了不要在理解用户需求这部分跑偏过于主观，我对目标用户粗略的按照编谱经验分为小白和大神，按使用吉他谱的目的又划分为弹唱和只弹2类，分别列出这类人群可能存在的一些需求，将功能和需求梳理完后进行对比，确保所有的功能都是为需求服务的。那我也再次确认了大框架上功能确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其实不用改，但也可以更好的那种。那我总结下来呢，可以优化的问题大致如下：第一个是定位上，各个平台之间的功能不太统一，定位有一点模糊。比如说在网页端可以随意编谱， APP 端却需要付费，这样这个付费功能的价值其实就不是很大了。再比如网页端可以查看自己的原创谱子， APP 端呢是要把自己原创的谱子和收藏的别人的谱子混在一起展示的。再比如同样的功能在不同平台上叫法不一样等等。第二个在功能上呢，付费功能的价值可以再放大一些，除了刚刚说的编谱之外，还有比如求谱这个主推且收费的功能，据我观察是一直没有用户在用的，说明它的价值还是不够。再比如有的付费功能只能在 APP 端使用，像是发布求谱啊、谱豆还有开会员。最后呢，只有 APP 端才有的社交功能也是不完善的。第三个在风格上呢，我其实是很喜欢它的极简风的，不过有一些细节常常会让我怀疑它是不是就是程序员本人自己设计的。另外呢，它也是一个全程没有一张图片的 APP， 用到的全部都是超级省流的 SVG。 因此呢，我这次改造的目标除了让主要的功能更好用也更好看之外，还包括了将网页端的优势同步到 APP 端，还想尝试在付费功能还有他们似乎想做但又没有完全做的社交功能上进行一些重点的优化。由于不需要重新组合功能和排版，我打算就直接在 Figma 上照着原本的界面画，然后再针对问题进行一些修改。这里的配色和字体我都没有改，保持原本中很简洁的风格。 OK， 那我们就直接跳结果吧。首先首页最大的改动呢是这个搜索框。关于搜索框是放底部导航栏最中间的位置，还是放首页顶部，我自己其实也是想了很久，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研究成果吧。从功能场景来看呢，如果把搜索框放在底部导航，那说明搜索功能是主功能，这样子可以方便用户随时随地的回到搜索这个页面来。如果把搜索框放首页的话呢，说明搜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助功能，用户可以在一进入 APP 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搜索框，而不需要再多点击一次，先进入搜索页面再开始搜索。对于这个 APP 来说，搜索确实是一个非常高频次的功能，所以理论上来说呢，这两个其实都没错。那从用户习惯而言呢，把搜索框放在首页的 APP 还是占大多数，所以用户可能会就是期待首页就应该有那么一个搜索框，一进
进入 APP 直接点一下就可以开始搜索，效率会高一些。所以在这个辩题上呢，我还是更倾向于把搜索框再挪回首页。那右上角的求谱功能也是一个商业化功能，用户求谱是需要充钱的，因此我觉得可以把它弄得明显一点。那这个功能也是很奇怪，理论上来说求谱应该是一个像我这种又不会八谱但是又很喜欢弹唱的人很需要的事情，但是这样一个看似满足了用户需求也满足了商业需求的功能，实际上却没有人在用因此我大胆的分析了一波原因。第一个有可能是用户跟我一样就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因为它在网页版上是没有这个功能的。那求谱这个页面里面是包含了发布求谱和展示其他用户的求谱，会八谱的用户可以去认领这些任务，相当于这个页面是针对2个完全需求不同的人群，但这个入口其实暗示的只是发布求谱这一样。第二个原因呢，可能是因为求谱是需要谱豆的，相当于说这个使用成本就提高了嘛。作为用户呢，我需要花钱去请别人给我八谱，但是八完谱出来之后，这个谱子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但是花钱呢却只有我这一个人。最后呢，其实现在也是有 AI 八谱软件了嘛。这里插播一个冷知识，给这个视频3连是免费的哦。因此综上所述呢，我认为这个付费模式可能是走不通的，所以我觉得可以改成这样子，大家免费发布求谱，但使用谱豆求谱可以保证有求必应。做谱的用户呢，只要完成任务即可获得奖励，不管求谱的用户是否使用了谱豆，这样可以激励用户去响应这些求谱需求。做完谱豆求谱任务的可以获得更高的奖励，这样子呢，求谱的用户知道自己的需求有可能会被大神翻牌，会八谱的大神呢也可以得到奖励，平台则收获更多的谱子。另外一个解决方案是直接上 AI 八谱，这个功能就可以直接发展成会员功能的，比如说八谱完成之后可以直接制成弹唱谱，并且保存或者发布。那第3个修改呢是左上角的分类，第一个分类叫做动态，一般是指关注的人发布的内容嘛，但这个 APP 上并没有关注，所以在我反复研究后发现这里显示的应该是最新的谱子，把其他分类跟最新的谱子单独区分成2个类，这样感觉会有点奇怪，因此我设计了更合理的分类和2级分类，用户可以在分类的过程中进行更精准的筛选。最后就是曲谱卡片的部分，首先我调高了一下这个曲调的透明度，要不是做这个改造我都没有注意原来还有显示这个东西。其次就是不同曲谱的样式，比如这个带音频的曲谱就缺少这些信息，就很奇怪。接下来一个收藏模块呢，应该是用户使用最多的模块，用户可以在这里找到收藏的曲谱进行练习。这个模块在网页端被叫做我的曲谱，我觉得其实更加贴切。首先我把顶部的统计图呢改成了更节省空间的条形图，我保留了搜索框，方便用户搜索收藏的谱子。像我自己收藏了100多个谱子，每次想找根本就找不到，同时还增加了多选功能，可以更快速的清理收藏的谱子。我觉得他们就是故意让用户的收藏夹乱七八糟的，这样子用户就会去买会员开通谱单这个功能，就是类似于一个收藏夹分类的功能。但是我认为吧，合理的商业化应该是在不牺牲基础功能的体验的前提下，去增加更加牛逼的功能才对啊。然后呢，我又将网页端的自由谱分类也同步到了 APP 端，这样用户终于可以更快速的找到自己创建的谱子了。顶部的统计图点进去会有对练习时长的统计。作为一个老用户呢，我其实从来不会去看这个，但是原本的设计中这个模块却被放在了核心页面里面最显眼的位置，所以应该是有需求的。而且这也是一个只有 APP 端才有的功能，所以用网页练琴的小伙伴是不配拥有吗？这个模块不是核心功能，但是是一个可以促进活跃度的功能，练琴1分钟就可以领奖励。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做成，比如完成当月的目标，累计时长达到某一个数值的时候，都可以领取相应的奖励，这样这个奖励机制更完善一点。日历部分的圈圈我实在搞不懂是什么意思，还不如直接就展示当天练了多久。顶部的数据栏中，练琴榜没有数据的时候应该隐藏而不是占位子。这个 APP 的排行榜机制是给所有的用户进行排名，所以大部分用户呢在这一栏都应该是没有数据的。最下面的练琴记录，我用了可视化图表的形式展示曲谱被练习的次数，也呼应了排行榜页面的设计，并且优化了一下卡片上曲谱展示的信息。接下来的一个主菜单是谱豆，开发者把这个类似于充值会员的页面放在主菜单上，应该是想让用户多去访问这个页面，但是我觉得有点奇怪啊，底部菜单一般都是放主功能，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 APP 会放一个跟主功能毫不相干的充值页面的。其次就是单这个页面的内容来说，除了练琴1分钟后点签到之外，其他都是低频次功能，除非真的有用户天天进来充钱。
单独作为一个菜单非常的不合理，而且有点扰民。因此呢，我把土豆合并到了我的这个页面中。由于这个页面也是用户经常要用到的功能页，把土豆放在这里其实可能曝光量更大哦。那在做这个改造之前呢，其实我也是从来没有去看过土豆这个页面的，我觉得无非就是想让我充钱嘛。但这次我仔细看了一下之后，发现还是有挺多福利的，因此在用户决定是否点进去前，就暗示一下有这些福利也会更友好一些。那我的这个页面最大的问题呢，是个人资料区域的排版有一点怪，编辑个人信息和进入个人主页这两个入口经常会搞乱，点名字编辑资料，点大区块进入个人页面，这样会更符合用户的习惯。程序员风的会员卡片终于给了我机会发挥了一下，画了一个和他们风格匹配的小图。底下的这个列表区这里有一点长，有的是功能模块，有的是设置项，都混在了一起。我按照使用频率呢对他们进行了重新划分和排序。那最后一个我想要尝试优化的功能就是个人主页的部分。除了排行榜之外呢，个人主页就是他们在社交这一块上的唯一尝试了，也没有关注和私信，用户之间是没有直接或者间接交流的形式的。排行榜跟我们普通用户其实也没啥关系，就很难提供成就感。如果想要做到靠内容交友的话呢，我觉得首先有了好的内容才会产生分享和求赞的需求。就这个 APP 而言呢，就是更多的曲谱。因此呢，我认为这个 APP 端的编谱功能不应该是一个完全付费的功能，因为这样子可能会导致有部分用户不会去用，甚至不知道有这个功能。我觉得可以改成在编谱器的部分功能上进行收费，比如说正常编谱是可以免费操作的，但是如果你想要添加什么自定义和弦就得加钱。只编谱自己用而不发布呢，数量可以给个限制之类的，超过一定数量的谱子呢就得加钱。那当内容上更丰富了之后呢，就更便于用户之间进行交流。那接下来这个页面呢，就是我改造之后的某用户的个人主页。用户之间的交流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的话就是私信，那间接的话当然就是一键三连啦。还可以关注用户，向他求谱。需要付费的谱单呢，也可以选择展示出来，收割用户的三连，这样谱单这个付费功能的价值也会稍微扩大一丢丢。毕竟收藏夹分类在其他平台上都是很常见的免费功能，这里却需要付费。在这个机制下呢，免不了出现发动态的功能了。这里的动态呢，我分成了3种类型：曲谱、弹唱和图文，并且也可以被其他人转发，这样子也可以激励用户的活跃度。最后呢，当然要加上一些我的插画。为了匹配他们的这种极简 SVG 风，我尝试了一下画这种单色的插画。别看它很简单，我真的想了超级久，因为确实不是我平时绘画的风格嘛。那最终的效果就是这样子啦。OK， 那这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不知道接下来你们还想不想看这类 APP 改造视频呢？如果想的话呢，也欢迎把你们觉得忍受了很久的，想要拿来给我公开处刑一下的，在评论区告诉我哦。下次再见喽，拜拜。